入赘的狗也配倒反天罡？再使点劲儿！生了，生了！5年，我终于……姐姐，你要抢我的孩子吗？孩子出生前我们说好的，记在我名下，你拿钱离开。我也是初为人母，你做不了母亲，你更应该心疼我才是。为什么要和我抢孩子？孩子以后你还会有，我给你一笔钱，再给你2级，足够你衣食无忧。姐姐，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用钱买的，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平常什么都喜欢用钱买，所以老天爷才不给你子嗣。春莹，说话注意分寸。当年你跪在我面前求活路，说愿意为我生子，我才给了你这个机会。傅哥哥，你说句话啊！别怕，夫人，抢夺别人的孩子确实太残忍了。残忍？傅雨玲，孩子记在我名下，是你我成婚前就定好的约定。夫人，春莹刚生了孩子，身子虚，情绪也不稳，你这个时候要抢她的孩子，传出去，外人怎么看你？让她做平妻吧。孩子还是养在你名下，这样一来，春莹不用和孩子分开，你以后也有人养老送终，两全其美。平妻？傅雨玲，你当初入赘苏家的时候是怎么跪在我面前求我的？等孩子生下来，我便送他离府，往后我只守着泱泱一个人。我也是为了孩子好，如若你能生出孩子，继承也不用找别人生了。成婚5年，我日日喝药，求医问药，原来全是笑话。姐姐，我何时说过要离开了？你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夫君，都是我的。我和莹莹青梅竹马，如若不是你用金钱羞辱我，我们早就是结发夫妻。如若你以后好好伺候莹莹坐月子，在家伏低做小，退位让贤，我还能留你一命。所以我这5年无所生，全是你动的手脚。没想到你还是有些脑子的，是我做的。如若你后续听话，我考虑让你生个庶子。好大的胆子！傅雨林，你别忘了，你只是个入赘的，莫不是要倒反天罡，谋夺苏家家产？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来人！夫人情绪不稳，恐会伤到小少爷，把她带去柴房，严加看管。我看谁敢！你们是不是忘了，这些年是谁养着整个苏府？夫人，请别为难我们，跟我们下去吧。姐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3年来，你一门心思伺候我安胎，林哥哥早就把下人全换成了他的心腹。这个家早就不是你说了算。狼子野心的东西！我好心收留你们，这3年对你们尽心尽力，你们居然恩将仇报！你才是那个横刀夺爱的人。若不是你仗着有几个臭钱逼他入赘羞辱他，我们早就是夫妻了。你们早有婚约，是又如何？我和傅哥哥本就是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。当初若不是你逼着傅哥哥入赘，我又怎么会被家里逼着，差点卖给那个老官妇？我忍了3年，终于熬出头了。你的夫君，你的家产，你的一切，以后都是我的。原来这5年，他一边同我演着恩爱夫妻，一边和春莹谋着整个苏家。带下去，看好了。傅玉玲，你算计我可以，谋我苏家不行。苏阳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若不是看在苏家还有点用处，你以为我会留你到现在？以后府里的事都交给莹莹。至于你，不妨再告诉你一件事：这些年你每日喝的安神汤，我都让人
加了东西。还有你看的账本，也早就不是苏家真正的账了。苏阳，你也是真的蠢，我不过哄你几句，你就真把整个苏家一点点交到了我手里。我苏阳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把你这条狼亲手带进了苏家。现在才后悔，晚了。姐姐，你真以为林哥哥每次哄着你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人是你？你不知道吧？你每次被他哄得心软，转头他都会来我床上。我要杀了你们！你看看你现在和市井泼妇有何区别？带下去，别让他再出来丢人现眼。傅玉玲，你骗婚入赘、谋夺苏家残害嫡妻、混淆血脉，这些罪桩桩件件都够你砍头！难道你不想要你爹临终前的遗物了？原来是你藏起来的，那是我爹留给我最后的东西，我找了整整3年，甚至为他病得下不了床。傅玉玲，你怎么敢？什么时候学乖了，交出掌家权，我什么时候还你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。把苏阳带进柴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放出来。苏阳，只要你乖乖把掌家令牌交出来，再向莹莹磕头赔罪，我还能留你最后一点体面。体面？傅玉林，整个大庸半数的粮仓、盐运、丝绸全攥在我苏家手里，没有我的令牌，你就是坐上主位，也不过是个空架子。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真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苏家大小姐？傅玉玲，你搞清楚，没有苏家，你只是个连饭都吃不上的穷书生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苏阳，你再不交令牌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它摔个粉碎？你敢摔，我就敢鱼死网破，大不了苏家100年基业陪你一起玩完。好，你好得很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。姐姐，怎么混得这般狼狈啊？傅哥哥被你那套玉石俱焚的疯话吓住，我可不会。把令牌给我，我给你一笔钱，让你回乡下体面老去。拿我苏家的钱来打发我，春莹，你这张脸皮是城墙做的吗？苏阳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动手！贱人，事到如今还敢摆你那主母架子！我告诉你，苏家现在我说了算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！还敢还嘴！你再不交出令牌，我不光要打你，还要把你爹留下的那块破玉佩摔得粉碎！你也不想这宝贝碎成渣，让你爹在地下都不得安休吧？这是爹留下的唯一念想，我不能让他毁了，绝不能！住手！
令牌在书房第3个书架顶层暗格里。早这么乖，不就不用受这份罪了？真是骨头里透着贱气。你干什么？我已经说了。早乖乖听话，这玉佩不就不用碎了？说到底，是你这个当女儿的没用，连亲爹的遗物都护不住，还想当苏家主母？带上东西，走。爹，女儿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竟然是皇家密印！有了它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傅雨林、春莹，既然你们非要吞了苏家，那我就亲手送你们下地狱。苏阳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为什么伤号的人不认掌印？管事说必须你亲自出面，是不是你提前留了后手？急什么？这3年生意虽付与林管，但规矩是死的。大从交易必须苏家主家出面，这是苏家祖训，我改不了。父郎管了3年铺子，凭什么不算主家？因为他姓傅。洋洋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。这单生意要是做不成，不仅苏家损失惨重，朝廷那边的供应断了，百姓也要遭殃。你忍心看着你爹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毁了？这时候倒想起我爹的心血了。摔碎遗物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那是心血？洋洋，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孩子想。这孩子以后要继承苏家家业的，你不想他以后过苦日子，对吧？我说过，规矩是死的。我爹在世时，大宗生意从不假借下人之手，你是知道的，不是吗？你爹都死3年了，早就死无对证。苏阳，你想怎么编排规矩都行，真当我们是傻子？信不信随你们。行。洋洋，你先去把这笔交易做了，只要生意成了，回来你还是主母，孩子也立刻过继到你名下。林哥哥，你凭什么？洋洋，我这才发现，这个家没你真的不行。以前是我糊涂，被狐狸精迷了心。洋洋，你大人大量，别跟我计较。你要是不喜欢春莹，做完这单生意，我就跟她断得干干净净，好吗？5年前求婚，3年前纳妾，你也是这副恶心的调子。既然想演，我陪你演到底。真的吗？你真的知道错了？当然，洋洋，你才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我怎么会不向着你？但有个条件，交易的时候我要跟你一起去，我要你当着所有老掌柜的面，把掌家权正式交到我手上。以后生意上的苦累活都交给我，你只需在后宅带孩子享清福，不好吗？好。洋洋，我就知道你最懂事。你还赖在这儿干什么？待会儿我就让账房结一笔遣散费给你，好聚好散。傅雨林、春莹，等跨出这道门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姐姐，
这几日是我不对，我刚生上孩子，心绪不稳，一时糊涂说了混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是我不好，没考虑你的感受。刚生产完情绪不定，你也是为了孩子。姐姐，你能体谅我真是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好好相处，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，一起打理家事。你们姐妹和睦，我就放心了。洋洋，只要你一直这么乖，这主母之位永远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我都听夫君的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铺子里交接。洋洋，天下从来没有女子抛头露面经商的道理，女子嫁人后，一切靠男人就好。你能想通，我很欣慰。今日到了商铺，你当着所有老掌柜、老管家的面，把掌家权正式交到我手上，再宣布我为苏家家主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寻名医给你调理身体，赐你一个孩子，将来让你的亲生骨肉继承苏家一切。真的吗？夫君，我一直都想和你有个自己的孩子。自然是真的，你最乖了，只要听话，想要什么都有。蠢货，你真以为夺了令牌，换了下人，哄着我放了几年权，苏家就是你的了？苏家真正的命脉，从来不在这些明面上的东西。我爹留下的人，那些只认苏家血脉的老掌柜，还有真正能翻天的底牌，你连碰都没碰到。傅雨林、春莹，既然你们非要找死，那这一次，我亲自送你们下地狱。等会儿记得按我说的做，别出错。苏掌柜，你交代的事我们已经查实，现在可以动手了吗？诸位官差大人，你们怕是弄错了，从今日起，我才是苏家商铺的当家人。拿下！苏阳，你搞什么？说好的把家主给我，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，快放开我，我还能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改过自新？傅雨林，你先想想自己还有没有活着的可能。你什么意思？蠢货，你真以为苏家偌大的家业，是你一个入赘的废物能染指的？你和春莹不是商量着拿到掌家权就弄死我吗？洋洋，你说什么胡话？我一直想和你好好过日子，我们刚才还说要一起生个孩子。孩子就不必了，我怕生出来像你一样又蠢又坏，把我苏家基业毁得一干二净。有误会，一定是误会，不就是你容不下春莹吗？我现在就把她赶走，孩子马上过继给你，我们夫妻和气，别伤了感情。外人，傅雨玲，你到现在还把我当傻子耍？你和春莹谋害主家，意图夺产，用药害主，这早已不是家事，而是朝廷重案。你可知苏家是当今陛下亲封的皇商，你们谋害皇商首领，按律死罪。不可能，你不过是供货商，怎么可能是陛下亲封？能调动半国粮草盐运，持皇家印记者，唯有苏家。如果不是你们摔碎我爹的玉佩，我还发现不了这枚皇家密印。多谢你，送了我这道保命符。是你设计害我！你和你爹一样，从始至终都看不起我这个赘婿。我念5年夫妻情分，本想给你体面，是你自己心急如焚，狼子野心，害我无子，谋我财命。大朝律法，赘婿谋害主家，伙同外臣谋财害命者，当斩！洋洋，看在多年感情的份上，我求你饶我一命。当初你可曾想过留我一命？带走，送入大牢。洋洋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在我们5年夫妻情分上，求你饶我一命。姐姐，我们再也不敢跟你争了，以后这个家全是你说了算，求你放过我们吧。这个家本来就姓苏，我生来就是主母，何时需要你们2个外人来承认？你
你们算计我5年，害我无子，夺我基业，如今败露了才知道求饶，晚了。姐姐，孩子还那么小，不能没有爹娘啊！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让我们回乡下，我们这辈子再也不踏入京城一步。你把夫君和小妾都送进大牢，外人只会说你心狠手辣，以后谁还敢亲近你？谁还敢跟苏家做生意？外人只会敬仰苏家，畏惧苏家。我苏央要做什么，谁敢置回半句？傅雨林，这是休书。自古以来，只有男子休妻，哪有女人休夫的道理？苏央，你这样做，让我以后怎么做人？这是陛下亲批的御笔，准许我以赘婿谋害主家、背信弃义为由，合法休夫。现在，你觉得我敢不敢？你们就在这牢里，好好享受自己亲手种下的恶果吧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走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傅雨玲出的主意，是她要吞下苏家。求求你，求你留我一命！贱人，当初是你给我出的主意，要吞下苏家，我被你蛊惑才对不起泱泱。你现在居然想把脏水全泼我身上！都怪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当初我就是给张员外做小妾，也比跟着你这个穷书生强。吵够了吗？那个孩子我不会养，我会派人把孩子送回春莹的爹娘身边。不要，不能送回去，我爹娘会卖了他的。求求你，姐姐，你杀了我可以，别送走孩子。苏媛，你从始至终都看不起我，你根本没想给我活路。还好我没给你生孩子，像你这种毒妇根本不配拥有后代。傅雨玲，这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你这个赘婿做不好，自然有人能做好。姐姐，求你去求情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饶命啊！主子，和傅雨林勾结的内贼家谱已全部抓获，带上来。今日我便清理苏家门户。好侄女儿，二叔知道错了，咱们可是亲血脉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是傅雨玲，是他许诺掌权后分我家产，二叔一时糊涂才被利用，我从未真心想害你。亲人勾结赘婿谋夺家产，构陷皇家赤峰的皇商首领苏行，你还有脸提血脉？我知错，念在苏家香火份上，饶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念在血脉情分，我不会取你性命。我就知道侄女心软，二叔以后定安分守己。你的妻妾技术遣散，你的儿女送往宗门教养，从今往后不得再涉苏家产业半步。至于你，从今日起逐出苏家，潜离江南，此生不得再入苏家商号。苏阳，你好毒的心！我是你长辈，你不敬尊长，必遭天谴。勾结外人构陷主家，你已不配为尊。我敬你是念血脉，我饶你是守情分，但你自取灭亡，休怪我无情。拖下去。5年真心错付，3年忍辱欺辱，终在这一刻涅槃重生。从今日起，苏家内患全无，规矩重立，各司其职，各安其分，忠于苏家，忠于本心。往后你们与我共赴新途。谨遵家主令，忠于苏家，共赴新途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家主，周围全部了暗卫，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5年夫妻情，3年欺辱债，傅雨玲，今日该结账了。时辰已到，醒醒！
二皇子殿下派我们来救你。我哥哥，带我走啊！救我！滚开！要不是你撺掇我，我怎会沦落至此？傅玉玲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追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家主，属下失职，让傅雨玲跑了。二皇子亲自动手，你们挡不住也是意料之中。苏掌柜，锦衣卫指挥使萧策奉旨追查二皇子谋逆一案，方才劫法场之事，苏掌柜受惊了，还请苏掌柜移步锦衣卫衙门协助调查。苏掌柜不必紧张，请你来只是想了解傅雨林的情况。萧大人想知道什么？傅雨恒与二皇子何时勾结在一起的？今日他被救走时，我才知道。苏家掌管半国粮草盐运，眼线遍布天下。苏掌柜说对自己枕边人的勾当一无所知，这话说出去，谁信？萧大人也说了，傅雨恒最擅长伪装。他在我面前演了5年温驯书生，二皇子行事又隐秘。若非今日劫法场，谁能想到一个赘婿能攀上皇子？二皇子觊觎皇位，苏家这个目标他绝不会放过。如今傅雨林暴露，二皇子下一步一定会亲自对付苏家。我明白，所以我愿意配合大人除掉二皇子。苏掌柜就不怕引火烧身？二皇子盯上了苏家，我想躲也躲不掉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苏家是皇商，协助平乱本就是本分。家主，萧策有没有为难你？没有，萧策想跟我们联手对付二皇子。有锦衣卫帮忙，咱们胜算大多了。傅雨林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二皇子冒死劫法场？萧策这个人，看我的眼神也不像单纯查案。家主，不好了，江南的粮仓出事了！说清楚。苏州、杭州10几个粮仓突然全部失火，粮食被烧毁大半，当地爆发粮荒，百姓都在疯抢。傅雨林，你的报复来得这么快，怎么回事？江南急报，我们在苏杭的10几个粮仓突然失火，粮食被烧毁大半，现在当地粮荒爆发，百姓疯抢，官府已经快压不住了。10几个粮仓同时失火，绝非意外。家主，江南是我们苏家的根基，供应着周边10几个州府，一旦断粮，不仅苏家损失惨重，社会动荡更是二皇子发难的最好借口。不用查了，肯定是二皇子干的。他刚救走傅雨林就对我动手，这是在给我下马威。家主，江南的存粮只够维持半个月，北方的粮食运过去至少要1个月，远水解不了近渴啊！传我令，让湖广粮仓连夜起运，走水路全速运往江南。传信扬州盐运船队，即刻暂停运盐，所有空船全部改为运粮。那盐运那边，按我说的做。另外，全城张贴告示，安抚百姓，严禁任何人囤积居奇，哄抬粮价。是。家主，湖广粮食一旦调空，北方供给就紧了，万一二皇子再对北方动手。我知道，但江南现在是火坑，不填不行。北方有朝廷官仓，还能撑一撑。家主，锦衣卫指挥使萧策求见，说有要事相商，请他进来。苏掌柜，江南失火的事我知道了。萧大人消息果然灵通，
二皇子的动作比你想象中更快，他烧江南是为了切断朝廷粮道，逼陛下妥协。但我刚得到密报，北方的粮仓也不安全了。二皇子的人已经潜入通州粮仓，准备在3日后纵火。通州粮仓是京城命脉，他这是要京城也乱起来。通州粮仓储存着京城半年的粮食，一旦被毁，京城必乱。萧大人，这消息可靠吗？二皇子身边的卧底刚传出的密报，绝无虚假。萧大人已经布控了，为何还要找我？二皇子不仅要烧粮，还会散布苏家囤粮、哄抬粮价的谣言。到时灾民围攻苏府，你我将腹背受敌。我需要你立刻开设所周棚，救济百姓，澄清谣言，稳住人心。好，我立刻让管家在各大城门施粥。除此之外，我也不能只守不攻。叶莹，带人去查二皇子名下的偏僻宅院。既然他在策划粮荒，京城附近一定藏着他暗中囤积的秘密粮仓。领命。拿下！几10万只粮食，二皇子费尽心机囤的这些，现在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。断了他的财路，也救了江南的粮荒，此举当真痛快。萧大人，你身为锦衣卫指挥使，为何如此帮我？我说过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而且我真的很欣赏苏掌柜的胆识与魄力。5年真心错付，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对人心动，可萧策……家主，扬州码头盐运船被抢了，又是傅雨林！这畜生抢了10几船食盐，还杀了我们10几个兄弟。家主，让我带人去扬州，把傅雨林抓回来，碎尸万段。不行，他背后是二皇子，硬碰硬只会增加伤亡。那难道就看他逍遥法外？他抢盐是为了卖钱，传我令，告知各地盐商，谁敢买傅雨林1粒盐，就是跟我苏家为敌。传信各盐场，苏家盐价立刻下调3成，我倒要看看他的私盐能卖给谁。这批货市价5成卖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傅公子，苏家下了死命令，谁碰你的货谁就破产。再说苏家灌盐降价，老百姓都抢疯了，你这盐，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苏阳，你这贱人非要赶尽杀绝！烧，把苏阳的绸缎全烧了！是陷阱！家主，傅雨林这畜生竟然在井里下毒！传我令，全城搜捕傅雨林，提供下落者赏金1000两，窝藏者与他同罪。快开门！我是二皇子的人，救我！家主，这摆明了是鸿门宴，傅雨言的畜生就躲在里面，二皇子绝没安好心，您万万去不得。家主，属下也认为太冒险了。二皇子府守卫森严，他们定会设伏。去，必须去。若我不去，二皇子便能扣我一个抗旨不遵的罪名。况且，这也是接近二皇子府打探他谋逆证据的唯一机会。可是您的安危，叶影，你挑一队顶尖暗卫随行，在暗处保护我。另外，立刻把这封信送给锦衣卫指挥使萧策，让他的人在府外接应。只要里面有动静，立刻冲进去。苏掌柜，信已收到。明日5时，我会亲自率锦衣卫守在府外，若有变故，庇护你周全。苏掌柜，殿下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，请吧。
苏掌柜久仰大名，今日能请到京城第一皇商，真是本王的荣幸。苏掌柜，怎么不动筷子？难道是怕本王在菜里下毒？真正的菜，怕是还没端上来。苏掌柜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如今陛下年迈，太子平庸，这天下迟早是本王的。只要你肯归顺，本王保你苏家永为第一皇商，更封你为一品诰命夫人。殿下说笑了，苏家是皇商，只忠于当今陛下，不效忠任何人。别给脸不要脸！若是不识好歹，本王对你绝不客气。哦，殿下想怎么个不客气法？难道想在这二皇子府里杀了我不成？杀了你又怎么样？苏央，别以为有萧瑟撑腰我就怕了你。今日若不归顺，你休想活着走出这道门。傅雨玲，你不过是殿下身边的一条狗，也敢在我面前狂吠？我劝你动动脑子，等殿下事成，第一个杀的就是你。你胡说！殿下对我恩重如山。恩重如山？若真看重你，会让你去劫法场，去抢盐队，一次次送死。你不过是殿下的弃卒，用完即扔。傅雨玲，别听他挑拨离间。来人，把这贱妇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陛下亲赐皇家密印在此，剑印如见陛下，谁敢动我，即是谋逆。假的，那是伪造的，给我格杀勿乱！不，殿下，锦衣卫杀进来了！什么？萧策，他怎敢擅闯本王府地？殿下，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的来赴死？萧大人早已带兵守在府外，现在你已经插翅难飞了。苏阳，好狠的心！彼此彼此。殿下若不是一心想置苏亚于死地，苏亚也不会出此下策。殿下，对不住了，我不想死，我还想活着。苏瑶，只要我把二皇子交给你，你一定会饶我一命的，对不对？傅雨玲，你这个叛徒！本王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背叛本王！傅雨恒，放开二皇子。苏瑶，你说什么？我把二皇子交给你，你饶我一命啊！我说，放开二皇子。叛徒！本王杀了你！二皇子，你勾结逆党，意图谋反，还敢行刺朝廷命官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5年的夫妻情分，终究是以命抵命。苏掌柜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萧大人及时赶到，否则苏阳今天恐怕凶多吉多。不用谢，我说过，萧策是苏掌柜的合作伙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苏卿家，这次多亏了你识破二皇子阴谋，你一个女子竟有如此胆识魄力，实属难得。陛下过奖，苏家世代为皇商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为朝廷分忧是苏央的本分。好，朕晋封苏央为护国夫人，赐金印紫绶，可自由出入皇宫。此外，朕将全国盐铁经营权全部交由苏家掌管。陛下不可呀！盐铁经营权乃国之命脉，岂能交予一介女子之手？陛下，苏家本就势大，若再得盐铁之权，恐伟大不造，危及朝廷啊！请陛下三思。恭喜护国夫人，以后这天下的盐铁之力，可都在苏夫人手里了。
萧大人就别取笑我了，这恩宠是福也是祸。刚才大殿之上，那些大臣的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。树大招风是必然，不过你放心，有萧策在，没人敢动苏家一根汗毛。萧大人，多谢。杨丫头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在金銮殿上怎敢答应陛下掌管盐铁拳？你这是要把苏家往火坑里推！三叔公，陛下赏赐是信任，更是肯定，这是光宗耀祖的好事，何来麻烦？哼，好事！满朝文武把苏家当成眼中钉，迟早有一天，苏家会毁在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手里。苏家能有今天，靠的是几代人的拼搏。只要我们忠心为国，谁也奈何不了苏家。忠心？陛下不过是利用你，等他用完了，就会像扔垃圾一样把你扔掉。够了！三叔公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诋毁陛下是大逆不道。你想让苏家满门抄斩吗？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！我可是你的长辈。敬你是长辈，我才客气几分。若再敢胡言乱语，从中作梗，别怪我不念亲情。家主，您刚才把三叔公他们得罪狠了，这些人在苏家根基深厚，恐怕会生事端。我不能妥协，一旦退缩，外面的政敌只会觉得苏家好欺负。既然这些蛀虫想闹，那就趁这个机会彻底清理门户。家主，三叔公带人拖延了盐铁账目的交接，还在外面散布您想独吞家产的谣言。跳梁小丑！传我令，召集苏家所有支系，明日正午召开宗族大会。苏茂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。杨丫头，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2件事：宣布陛下旨意，即日起苏家正式掌管全国盐铁经营权。第二，整顿苏家内部规矩。整顿规矩？苏家的规矩一直好好的，我看苏阳你是想趁机独揽大权。三叔公说的对，苏阳你一个女子掌管苏家已经够了，还想吞下盐铁拳？苏家是我们大家的苏家，不是苏阳你一个人的，不能让你这么独断专行。大家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就听我说几句。首先，盐铁拳是陛下赏赐给苏家的，是苏家的荣耀。其次，苏家是大家的，但不是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。三叔公，我说的对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为非作歹了？这是你掌管南方丝绸3年的账本，你贪污白银50万两，低价卖货给亲戚谋取暴利。三叔公，这些你敢说没有吗？苏强，你在扬州强抢民女，逼死人命，是苏家用银子帮你摆平的吧？苏明，你嗜赌成性，输掉苏家10几万两银子，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念在亲情，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你们变本加厉，处处与我作对。从今日起，凡贪污财产、败坏名声者，一律逐出苏家，永不录用。苏阳，你敢？我是你的长辈。苏家规矩面前，没有长辈，只有主同。来人，把苏茂等人带下去，收回权力，逐出苏家。放开我！苏阳，你这毒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从今日起，凡忠于苏家者，重赏；损害利益者，下场同苏茂一样。谨遵家主令。家主，锦衣卫指挥使萧彻大人在府外求见。这么晚了，
萧策怎么会来？请萧策进来吧。萧大人，深夜到访，不知有何公干？听闻苏阳这几日为了交接事宜宿醒夜夜，萧彻猜你定是又忘了用膳。这些点心都是我平日爱吃的，萧大人如何得知？萧策问过张福了，苏阳，你虽是一族之主，也莫要如此拼命。若累坏了身子，萧策会心疼。多谢，萧大人深夜前来，应该不只是为了送点心吧？苏阳，萧策喜欢你。从第一次在法场见到苏阳临危不乱，萧策便动了心。萧策知道你曾被情所伤，对人心存戒备，但萧策向你保证，此生定不负你。苏阳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是权倾朝野的指挥使，我只是个结过婚的商女。傅雨林的背叛还在眼前，我真的能再信一次吗？萧大人莫要说笑，苏阳残败之师，离异之妇，哪里配得上萧大人？我不在乎那些世俗名声，我眼里的苏央是能撑起半国命脉的奇女子，是我唯一想共度一生的人。萧大人，容我考虑些时日。好，无论苏安考虑多久，萧策都等得起。萧策，你给的这份情太重了。这几日为了躲避萧策，恨不得把1年的账目都算完。只有忙起来，才不会想起萧策那晚的眼神。家主，出大事了！暗卫在清查二皇子府密室时，发现了一封写给傅雨林的密信。傅雨冷竟然是前朝太子的遗孤，难怪二皇子肯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劫法场，原来他打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意。傅雨林不过是他召集前朝旧党的一颗棋子。家主，若前朝余孽得知傅雨林已死，恐怕会掀起更大的乱斗。不仅如此，天下初定，百姓经不起折腾了。夜影，立刻传信给萧策，此事必须马上告知陛下。同时，暗卫全体出动，死死盯着各地异常动向。此事牵连甚广，若处理不当，社稷将动。萧大人，陛下那边还得请你周全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，否则流言一起，民心必乱。杨洋放心，我会建议陛下封锁消息，秘密清剿。还有那个孩子，傅雨林和春莹的孩子一直下落不明，万一被前朝余孽抢先找到，他们一定会把那孩子扶上位，继续作乱。杨洋想得周全，我会立刻动用锦衣卫所有的暗招，挖地3尺也要赶在他们之前找到那孩子。等我消息。傅雨林，即便你死了，竟还要给这天下留下一场腥风血雨家主，萧大人，找到那孩子的下落了。在哪里？就在京郊一个偏远山村，一对老夫妇收养了他。但我们的人在附近发现了前朝旧部的踪迹，他们也快找到了。不好，绝对不能让孩子落乱党之手。萧策，我也去。不行，前朝旧党皆是亡命之徒，太危险了。苏阳，你留在京城。那孩子是无辜的，若让他成为谋反的傀儡，天下必乱。萧策，苏家的暗卫更熟悉那一带地形，我必须去。好，但苏阳，你必须寸步不离我身后。
锦衣卫听令，上！乖，不怕。老人家莫怕，我们是朝廷的人。苏阳小心！小策。小策，你疯了！你为什么要替我挡？我说过，只要我在，没人能动苏家一根汗毛。孩子，没事就好。传医官，回京。萧大人伤口极深，险些伤及骨头，这几日务必静养，不可再动武。都怪我，如果不是我非要跟着去，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傻瓜，跟你没关系，保护你是我心甘情愿的，这点小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还说小伤，我看着那血止都止不住，以后不许再这么拼命了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洋洋，现在你可以考虑我的求婚了吗？我愿意。太好了，洋洋，谢谢你，我此生定不负你，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人。爹，女儿终于走出了那场阴影，找到了真正的归宿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萧策是朕之虎将，苏卿家是朕之护国夫人，尔等联姻，真乃天作之合。传朕旨意，赐婚萧策与苏昂，首金万两，赐良田千顷，充作新婚之礼。萧策，朕准你3月婚嫁，给朕好好陪陪护国夫人。谢陛下隆恩。家主，您终于找到自己的幸福了，老爷和夫人在天之灵也该安心了。是啊，爹娘，女儿成家了，以后苏家有人和女儿一起守了。家主，不好了！前朝旧毒联合反叛官员，要在婚礼当天血洗京城，攻打皇宫。夜影，消息可靠吗？绝无虚假，他们集结了上万人，就等婚礼当天京城防卫松弛。萧策，我们要不要推迟婚礼？推迟婚礼会惊动逆贼，更会有损陛下威胁。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在婚礼那天布下天罗地网，等他们自投罗网。好，我即刻入宫面见陛下，暗中调遣禁军埋伏在皇宫四周。所有人各就定位，这场血战，苏家必赢。家主，您今天真漂亮，萧大人见了定会看呆了。今天苏家总算圆满了。不好了，叛乱了！逆贼正在攻打皇宫！大家不要慌，
这只是一小撮叛贼作乱，朝廷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待在这里不要乱动。苏夫人，您来了。情况如何？叛子人多势众，我们要顶不住了。别慌，我带来了苏家的暗卫和潜伏进城的商队。叶影，带人从侧翼抄过去，打乱他们的阵脚。是。叛贼，拿命来！饶命！苏掌柜，这婚礼的彩头可还满意？平定山河为礼，苏瑶心满意足。传陛下圣旨，叛贼参与者尽数处死，株连九族，钦此。洋洋，谢谢你。若不是你带兵支援，京城今日怕已成炼狱。我们既已成夫妻，理应生死相依，互相扶持。洋洋，我爱你。萧策，我也爱你。这便是我想要的。有人共黄昏，有人问粥可美。这几家商号的缺漏，我已经让锦衣卫查实了。洋洋不必为此忧心。有夫如此，我当真可以当个甩手掌柜了。洋洋，快看，念苏笑了，她长得真像你。萧念苏，这个名字你当真想好了？念苏，思念苏瑶，我要让她永远记得，她的母亲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女子。5年真心错付，换得这一世圆满。苏瑶，此生无憾。